种下了自由的种子，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带走了故乡的尘土，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前路漫长，却不离不弃，风沙吹我脸颊，越痛越向前而去，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任水送走这别离，待我归来时才拥抱你。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奔跑迎接着风雨，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你刚才讲的好啊，我很受启发呀！啊，不敢不敢。坐。同学，你刚才啊谈到了黄家川这个典型，我觉得很好啊，应该把它形成报告，搞一些小册子，下发给我们的基层干部。我觉得这个比指示、文件要强得多啊！可是主席啊，我的理论水平有限，要总结指导作用的普遍经验，恐怕还不行吧？多学习嘛。我知道你长期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但这不妨碍你抽空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啊。我们现在是在钻山沟，将来啊是要管理大城市的。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但是，要把经验变成理论，就得多学习啊！你要学习，我也要学习啊！郑勋，你还年轻啊，将来是要挑重担子的。是，谢谢主席教诲，我一定认真学习。主席，倪李明先生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是刚刚的事情。什么原因？突发脑溢血。李鼎铭先生是个有正义感的开明绅士，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都跟我们共产党在一道，为人民民主事业做了很多事啊。主席，鼎铭先生的逝世，那您看应该做什么样的安排？仲勋，你和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去一趟，追悼会一定要隆重，要表达我们的悼念之意。是。安老，仲勋，安先生，林老，您怎么来了？您受委屈了。啊，林老，来，请坐。仲勋，坐。安老啊，是毛主席让我们专门来向您致歉的。仲勋，
那天要不是你，老朽就已经走在鼎明先生前面了。可惜啊，鼎明先生先我而去，痛失英才呀。安先生啊，毛主席希望你以副议长的身份参加李鼎铭先生的追悼会，并致悼词啊。毛主席让我去致悼词，这是在保护我呀。所以安老啊，您要保重身体啊。毛主席专门为鼎铭先生撰写了2副挽联，一副是“老成谋国，与本党合作无间，民主参政，湘边区建设有成”。这第2副是“保正义感，反独裁，反内战，反卖国，大声疾呼为救国，以责任心，倡精兵，倡简政，倡生产，锐思远虑，建边区”。这是鼎铭先生一生的写照啊。林老，谢谢您。安先生，您多保重。仲勋，谢谢了。怎么样，主席？小胡子来，你好。哎呦，主席，你好。好，坐。同志们，我今天的主题报告啊，就叫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同志们，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呐，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由发展到消灭的一个转折点。同志们，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呐！啊！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举行扩大会议及12月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10大军事原则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会议还讨论了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及其纠正的办法。这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1948年2月底至3月初，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战役，消灭敌人29000余人。胡宗南部整编第29军全军覆灭。这一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打开我军的南进门户，为继续外线作战、消灭胡宗南集团有生力量创造了条件。主席啊，大家都在庆祝宜川战役大捷，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我早前说过，不打败胡宗南，我绝不过黄河。如今
宜川战役胜利，打到胡宗南部队溃不成军，我军在西北战场上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我们转战陕北的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了。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已经来了，中央应该离开陕北，到华北，指挥解放全中国。主席说的对啊，中共中央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与中央后委、中央工委会合，来应对全国的战略大决战。恩来，你安排一下，离开陕北之前，我要请客，我要请大家喝酒啊！好的，主席。这个雪很大呀。是啊，郑勋，要谢谢你啊，给我们搞来那么多陕北的特产呢。吃了那么多年，现在真的要离开陕北，以后再想吃，就没那么容易了。主席想吃，我们就一定想办法给您供应上。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现在全国的军事形势大好啊，我和恩来弼实和部分同志即将离开陕北了，这个心情很复杂呀。想想我们的党，真是不容易啊。北伐时期，我们并不孤立呀，但是因为党脱离了军队，脱离了农民啊，因为右倾而导致孤立啊。土地革命期间，我们党的缺点就是左啊，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忽略了中国的实情啊，不仅导致我们在城市不能站住脚，在农村各个根据地啊，也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1930年，我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到了1934年呢，大片根据地都丧失了，最后连中央苏区都没有保住，我们只能被迫长征。可是长征往哪儿走啊？当时啊，我们是到处碰壁，直到啊听到了陕甘根据地这个消息，各路红军才有了落脚点呢。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这片根据地呀，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抗战期间，我们以延安为中心，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我们的力量啊。现在我们强大了，强大的可以跟蒋介石抗衡，还可以推翻他们的统治，建立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呀。现在要走了，为什么？这就说明中国的革命到了一个新的篇章啊！就是舍不得您走。当时情况危急的时候，大家都盼着您早点走，可现在真要走了，心里都空落落的。是啊，我也是。13年了，你们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你们。郑勋，这么多年，我看着你从娃娃主席迅速成长起来，成为独当一面、主政一方的大将，我很欣慰啊。中央走了之后，这大西北就交给你们了。你要带领留下来的同志
努力奋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是主席。走，喝酒去。走。走。主席，主席，都准备好了，上船吧。好。走吧。目前我们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洛川久攻不下，增援洛川的裴昌会兵团滞留于河阳、澄城、白水以南地区，不敢北进。这样呢，我们打援的计划就不能实施了，只能西进。西进？那是胡宗南的后方。是啊，我们要把主力部队插到凤翔和宝鸡一带，夺取临游、山脉这各个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呢调虎离山，迫使敌人撤出延安。同时我们又能够调动和分散裴昌会的兵团，伺机各个歼灭，巩固黄龙新解放区。同志们，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从敌人这儿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弹药还有物资，这就彻底的解决了部队给养和装备。好啊，彭总，
咱们是得换个打法了。这接连几个大仗下来，咱们西野是缺衣又少粮，穷的叮当响啊！你知道吗？中勋同志啊，去年1年就筹到了24万6千担粮食，我们不能再给百姓添负担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快点转到外线去作战，要利用国统区来解决部队的给养。宝鸡是胡宗南最重要的后勤基地，也是补给马步芳所部的后勤运转基地。你们要知道，那里的武器、弹药、粮食、装备堆积如山呐。而且如今，在西府区敌人的兵力部署十分的薄弱，尤其是宝鸡，驻守的军队只有2000多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干他一仗。彭总，如果我们要从外线夺取宝鸡，陇东有马家军，东边有胡宗南的主力裴长会兵团，这样我们很有可能受到2个方向的敌人夹击，而那时又远离后方，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呀。这有点担忧啊。庞总，我也同意寿山的意见。这又来一位啊，说，马步芳的战斗力可是要远强于胡宗南啊。说具体的。是。马家军作战主要有3个特点：第一是齐步协同，十分紧密，机动灵活，速度快；第二是所有官兵都是回民，打起仗来相当彪悍；第三，就是每支部队都配有督战队，而且权力很大，在战场上所有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否则可以就地正法。马步芳啊，马步芳这个骑兵啊，迟早是要跟我们这部队啊碰上一碰的。是，做。但是不怕，他和胡宗南呐，都是各怀心思，不一定真的行动。我们的战术，那就是速战速决，攻其不备。我看这个事情也就这样了吧。我来说说我的想法：24纵队为左路，1纵队为中路，6纵队为右路，3纵队继续包围洛川，渡过泾河后，攻击前进，夺取宝鸡，切断西兰公路，迅速的阻击很可能来增援的马步芳部队。我现在就宣布，16号分兵3路西进。是。共军主力兵分3路向西府方向攻击前进。总裁电令，要我们彻底以大军轻装，急速尾随共军，不使其有任何喘息之机。命马继元部协力由西南方向堵击，务必将共军完全歼灭。急电徐师长，如果共军进攻宝鸡，那他务必死守，把共军牢牢地拴在宝鸡城下，命令裴昌会、马步芳驰援西府地区，这是和共军主力决战的好机会，千载难逢。那延安是守还是撤？共军现在是分兵西进，我们在固守延安，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了。电告校长，请求撤离延安。是。国民党这是要跑了，太好了！儿子，抓板啊！快，那边，快！
1948年4月，国民党整编第17师逃离延安。4月21日，延安回到人民怀抱。国民党撤退啊，也不让我们省心，不光在郊外，在市区也埋了不少地雷，一定要安排清除干净。秦书记，您放心，排雷工作我们已经安排下去了。安民告示都贴到位了吧？都贴了，大街小巷都有。这次延安被破坏的不轻啊，尤其是他们撤退的时候，抢走了老百姓的口粮，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调配粮食。老百姓只有吃饱了肚子，民心才能安定。粮食运输啊，我们优先安排。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大力的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咱们延安原来街上那些商店，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以最短的时间帮助大家恢复经营。好，我现在就通知地委，让他们动员到位。好，我呀，去拟封电报，把我们收复延安的好消息告诉党中央和毛主席。哎，哎，好。胡长官，罗烈前来报道。我的老参谋长，你终于回来了。我这次调你回来，就是让你帮我出谋划策，一起扭转目前的局面。属下定当竭尽全力。报告，长官，裴军长电报。胡长官，好消息，裴昌会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4纵多处防线，即将到达凤翔，堵住了彭德怀东逃的路线。你这一回来就有好消息啊！是您指挥得当。来，说说你的想法。应立即电告徐师长，裴昌会和马步芳正在驰援，无论如何要在宝鸡拖住共军主力。快，给胡长官发电报！共军2个纵队的人马已经攻进了宝鸡城内。我部只有2000人马，已经快顶不住了。干！什么？共军已经攻入北门了？队长电话。喂！知道了。立刻派飞机过去，让马步芳加速南下，会同裴昌会的第5兵团合围彭德怀。这次一定不能让他跑掉。是。弟兄们。共军彭德怀已经被围困在宝鸡了。1年来，彭德怀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如今报仇的机会来了，打进宝鸡去，活捉彭德怀。出发！凤翔啊，不出问题，这就好办。彭总，
彭总，裴昌会兵团的先头部队已突破了扶风以东的杏林镇，罗云发的教导旅阵地遭遇了飞机的轰炸，马步芳的骑兵同时出击，现在四纵全线撤退，已退到了屯子镇那一带。阵地失守了吗？彭总，这么一来，咱们这儿距离裴昌会的先头部队就只有几十里了，怎么办？是啊，敌人两路夹击，形势非常严峻。凤翔一旦失守，我们就腹背受敌，宝鸡这块到嘴的肥肉，恐怕就要丢了。命令部队撤出宝鸡。彭总，这一纵二纵刚刚拿下宝鸡，好不容易缴获了够野战军使用2年的弹药物资，这几样怎么办？丢掉！命令部队轻装前进，歼灭敌人为第一目标。1纵2纵3部9旅负责炸毁所有带不走的军火和物资，能集中一个团撤一个团，集中一个旅撤一个旅。拂晓前，命令部队撤出阵地，向北突围。是。来，马上同志。同志们，抓紧时间转移，快！同志们，快撤！快撤！同志们，快撤！撤！知道了，彭总，裴昌会的先头部队离司令部越来越近了，必须马上转移，安全是第一位的。同志们，收拾东西，马上转移。是。谁敢？谁敢拆铁线？让电台继续工作，接通所有部队。没有发完电报之前，谁也不许拆铁线。继续工作，快！是，把这个发出。是。不闹了，把这个也发出。是。何参谋，到。命令警卫营加强警戒，随时准备战斗。是。张宗逊的2纵队现在在什么位置？离开宝鸡以后，张宗逊率2纵已经占领利镇。利镇、小金、三不同、宁县，这都是主力部队向东转移的必经之路，必须要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啊！命令张宗逊的2纵队要全力给我拿下小金。是。拿，给我接通王太太电话。是。严参谋长，钱总来电。喂，我是杨奎耀。先不打了。对，部队马上向东转移。你们的路线是经过三不同。三不同？还有啊，喂，彭总，彭总，喂，继续接4纵。彭总，断了。是的，怎么办？任务不明啊。这样，先执行命令，拿下三不同再说。好。报告司令员，杜司旅前进到萧金镇，发现该镇已经被马继元的2个团占领。命令杜司旅，先把萧金镇给我围起来。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消息，您看，敌整编36师
还有马圈的骑兵从南面在逼近立镇，跟我们的后卫都6旅已经接上火了。他们动作够快的，如果让他们占领了立镇，那立镇的敌人就会和萧金镇的敌人南北接应，会把我们主力东进的通道给堵死。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彭总。是，已经联系不上了。大部队都在紧急撤离，野司联系不上，所有部队都联系不上。彭总最后的指示：撤离立镇，攻打萧金。放弃立镇？是。撤离立镇。立镇、萧金3不同，是我们主力东进的唯一的通道。这3个地方都不能丢。现在我们要重新部署，命令独6旅、3、5、9旅对立镇来的敌人坚决抗击，一步不许后撤。再命令独4旅从现在开始围攻萧金镇，不能让敌人出来一步。司令员，咱们这可是在违抗野司的命令啊！我们东进的主力有6万人，6万大军，就算牺牲我们自己，也一定要确保他们顺利通过。责任我会一个人来负。执行命令。是。司令员，各州。彭总的警卫员来了。小王。司令员，彭总命令。黄师长，黄师长。司令员，钱总现在的位置在南庄李家附近。彭总命令，我们改道南庄李家，修筑工事，掩护主力再次集结。你带5团轻装出发，迅速赶到指定位置。好，我马上带人过去。老黄，司令员，记着，彭总的安全是大事，保证完成任务。张团长，到，带领5团轻装出发。是，5团请。跑跑走，快，快上车。回接四座。喂，彭总，郑总还是联系不上。上午已经派人送去书面命令了，难道出什么岔子了？参谋长，到，我派个人往3不同跑一趟，看看王世泰到底在干什么。是。司令员，老黄，咱们回来了。司令员，南庄李家那边枪声激烈，陶溪老百姓说里边已经被敌军占领，没有人了。彭总一定是撤离了。什么？你确定彭总已经撤离了吗？啊，
快点！曹同志，没事吧？赵德柱，这是彭总的警卫员，叫卫生员。卫生员，快！德柱，你怎么来了？我司令员。哎，彭总命令你们迅速占领南庄李家。你说彭总还在南庄李家？王龙民，你他娘的坏了大事了！同学，你是西北局的书记，你先讲。好。同志们，今天召开这次会议，主题就是总结西府战役的得失。对于这场战役啊，我有2点基本看法。第一，这仗打得非常不理想，没有取得既定的目标。第二呢，这一仗也不能算是败仗，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收复了延安，夺取了洛川，巩固和扩大了黄龙分区，歼敌2万多人，捣毁了敌人在西北的供应基地宝鸡，扩大了我军在蒋管区的政治影响。但是呢，这仗打得还是不好。一方面呢，我们部队啊刚刚转向外线作战，大军团作战的经验还是非常欠缺。另一方面呢，我们部队啊最近骄傲自满的情绪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总结经验，克服骄傲情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会主要解决的2个问题。路边的小花在摇曳，摸一把泥土的温暖。当清风拂过我的脸，我回望的时候看见你。冬日走进了山，雪花划破眉间，留不下脚印和你的同伴。荒漠扬起的沙，狂风刺进双眼，却从未迷失的你的视线。你一定是看见未来我的笑脸，所以你燃烧自己，升起了炊烟，守着我的家园，抚慰每片屋檐，把眷恋化成了期盼。今夜我们的梦一定可以重叠，就像日出与大地的相见。每当清风拂面，你一定能看见每一个回望的笑脸。每